在这儿？醒了，醒了就赶紧穿衣服吧。你什么你？想清楚了再说话。我为什么在这里？你为什么在这里？我们之间有没有发生过什么？这种烂俗的问题，我应该是不会回答你的。 出去！衣服给你买了新的啊，放心穿。你出去！今天是特殊情况，允许你请假。这个是房卡，房费1200，自己付。以后不会喝酒呢，别学人家喝酒。老花。怎么还喝难受了呢？加紧啊！一会儿量出来温度要高，我们还是要去医院的。我不想去医院。好，先给你倒杯水喝。 夏言，你怎么才来呀？你也喝多了吧？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你收拾东西干嘛？今天又没有卫生检查。哎呦，我头好晕啊！哎呀，今天就该放假。你上哪儿去啊？ 哎，我已经请假了，工作的事情你找其他同事谈。那私事呢？我们之间没有私事。其实昨天晚上我……不要再说了。艾米，不好意思，徐总，我没保住。没事。谢谢徐总，谢谢徐总。运营部这几天很忙啊。是啊，我都加了3天班了，夏言不在，好多工作都忙不完。他请了几天假？他都快1个星期没来了。他有跟你说他什么时候来上班吗？还不知道他能不能回来呢。徐老大说他压根就没准夏言的假，他这属于私自旷工要开除。我一直给他打电话也打不通。这事怪我差点给忘了。夏言的假是我批的，我忘了和薛宁说了。真的呀？那太好了。那徐总，你可一定要让夏言回来呀。我尽力。那徐总，我先去开会了。徐总，你可一定要让夏言回来呀。大家的努力都没有白费，不过你们呀也不能掉以轻心，接下来还有更新的挑战在等着你们。公司的年度项目征集已经开始了，大家在工作之余可以想想有什么新的创意。创意被采纳之后，不但有奖金，还有机会成为项目负责人。
不好意思啊，我迟到了。我刚刚去人事部办的手续。既然离职手续办完了，可以收拾东西走了。我办的不是离职手续，是年假的补办手续。谁批准你休年假的？哦，是我。我批准了下人的年假，忘记走流程了。这事儿我和人事部解释过了。赖我，这些情况我竟然都没有了解到，是我疏忽了。看来我对运营部的工作还不够细心呢。不过以后不会再发生了。既然人回来了，找个位子自己坐下吧。我们还要继续。刚才说到哪儿了？把门关上。最近你们工作不是特别忙吧？那年度项目征集结束的时候，你能不能交出一份让我满意的方案啊？如果交不出一份有潜力的方案，今年运营部的年度项目征集可是要交白卷了。总监，我们会努力的。我一会儿就去收集资料、整理方案，我会尽力。但是，现在平台上有关女性时尚类别的软件实在有太多了，我怕。这份资料拿出去好好看看。美丽 Online 这2天整理出一份方案，以你的名义交上去。你是我们运营部的老员工了，当运营部需要有人站出来的时候，你要学会担负起这份责任，明白吗？我知道了，谢谢总监，谢谢。去吧。我就知道你会回来，恭喜你，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这是我的条件。不谈与工作无关的事，不得语气调戏、动作暧昧，更不准有肢体接触，欠债还钱，不许不收。这权利和义务划分得这么清楚，你这是约法三章？虽然内容有些滑稽，但该走的程序还是要走的。君子协定，一式两份，白纸黑字。希望你可以好好遵守约定，我们2个和平相处。你有这个精力啊，可以好好出份伺候案了。总监，您找我啊？进来。把门关上。嗯。这个月绩效考核结果看了吗？嗯。有什么想法？连续2个月绩效考核成绩垫底，这个月要是再这样，你打算怎么办啊？一个个都不让我省心，你一个，夏言一个，他是突然请假人就不来了，突然销假人又回来了，这让别人看到我们运营部做事多不专业啊！虽然他现在人回来了，但是旷工那么多，肯定要扣积分的，到最后垫底的应该就是你们2个。那怎么办啊？
夏言确实是一个不错的人才，在能力方面，他也的确比你要强。不过你别紧张，你是我带出来的人，我自然舍不得你走。只是公司有公司的章程，你只能靠你自己。要是再不努力，谁都留不住你了。所以该怎么办，你自己真的要好好想清楚，明白吗？你也留一份。欢迎回来。差点忘了，说是不能有肢体接触是吧？行，那你好好准备你的方案吧。加油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你看艾米今天状态不太好。是啊，艾米怎么了？他已经连续2个月绩效考核垫底了，再这么下去，他可惨了。刚才我还看见薛老大找他谈话呢。艾米，艾米，哎，公司的年度项目征集，以往被选中的大概都是什么样的类型主题啊？大概是围绕……他虽然人是回来了，但是这个月旷工那么多，肯定要扣积分的。到最后垫底的应该就是你们两个。什么类型都有啊 ，SG 旗下涉及的领域都可以。他们主要是参考项目的整合啊、可行性啊、推广性啊。对，你说的这范围太广泛了，你跟我说的具体一点。大概其实就是这么个意思吧。艾米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你是在担心绩效考核的事情吗？你别太担心了，你也是运营部的老员工了，不管是资历还是能力，你都没问题的。你这话说的多轻巧啊！你当然不用担心了，我又不是你，什么难题到你手里都能轻而易举的解决。况且你背后还有徐总给你撑腰呢，我们哪能跟你比啊？对不起啊。现在大家手里拿着的，就是我们运营部进入复赛资格的2个方案，分别是由美琪和
和夏燕完成。这2个方案我和薛总都已经看过了，今天来开这个会，主要是想听一下大家的意见。美丽 Online， 这是一个主打时尚女性的闲置物品交易平台。对，我在做方案之前，对女性化妆品相关做过市场调查。因为网红效益，女性在购买化妆品和护肤品的时候，越来越倾向于网上做好功课便直接下单。但是由于每个人的肤质不同，适合大家的未必就是适合自己的。所以就会出现假肢蜜糖、乙酯砒霜的情况。那么问题就产生了，化妆品一旦拆封使用过，就没有办法退货，花了钱囤了很多根本用不上的护肤品。可是现在二手交易平台那么多，大家都可以在上面置换自己的闲置化妆品，你的提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？所以，我们美丽 Online 最大的亮点就是，我们将推出最强鉴定团，我们将提出存疑的化妆品、护肤品、奢侈品，进行免费的鉴定。如果大家对美丽 Online 没有任何疑惑的话，我们来聊一聊闺蜜星球。社交软件，现在市面上的社交软件不是已经很多了吗？的确，现在市场上的社交软件并不少，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就要放弃这一块。相反，这正好认证了市场的需求。如果我们可以挖掘垂直领域，抓准细分用户，我觉得值得一试。普通的社交应用已经囊括了所有的用户层，我们还有深挖的必要吗？所以，我们就要在功能上进行创新。我是网易云音乐的深度用户，平时听歌的时候，我就喜欢刷评论。可以分享听歌感受的平台有那么多，为什么还有大批的用户喜欢在网易云音乐上面刷热评呢？因为同好聚集。对，同好。只有在这里，你可以找到跟你在同一个深夜聆听同一首歌的人，感受共鸣。聚焦闺蜜，一般的好友圈功能还不够吗？如果是想打造全民闺蜜的话，的确不够。女生在一起平常讨论的会是什么？就是分享。大家喜欢分享最新的口红色号、最新买的衣服、最近的感情观、爱情观。她们可以通过6人定律构建起自己的一个星球，这也就是闺蜜星球这个名字的由来。秀我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女性时尚购物平台了，还有必要花大力气去做社区吗？相比较而言，我觉得美丽 Online 更适合秀我接下来的发展。可是闺蜜星球如果真的做出来了，一个庞大的社区流量对秀我的作用可是没法比的，而且还能大幅提升秀我的用户粘度。你看，网易云音乐不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吗？可是美丽 Online 同样可以引流啊！现在大家2份方案都已经看过了，你们觉得哪个更好？我觉得闺蜜星球吧，虽然挺有想法的，而且看上去生活、音乐各个方面也包容的挺多的，但是就是想法挺好。石总，你觉得呢？这2个方案都很不错，相较而言，美丽 Online 更能让人看到它的功能性，以及对秀我用户需求的延展。美丽 Online 是一个好项目，但作为 SG 最重要的项目，我认为闺蜜星球更合适。石总，就这么决定了，散会。这个提案我已经和管理层开会确认过了，项目是你提出来的，就由你从头开始负责。给你5个人的名额，组建自己的团队，任你自己选。以后关于闺蜜星球的任何事情，可以直接找我。我怎么？没信心啊？不是。2天的时间和产品组把细节讨论出来，尽快进入开发阶段，能做到吗？能。加油。总监，徐总那边让我挑5个人，我想问一下你的意见。徐总已经跟我说过了，以后你的事情直接向他汇报，不用问我。可是
有些同事他们手头有要紧的工作，我怕突然抽走了会给总监你这边带来麻烦。就算有麻烦，那也是我的事，你不要自己的团队还没有建立好就开始操心我。好，我明白了，那我先出去了。把门带上。运营部的末位淘汰制，可不可以考虑取消啊？理由？运营部有很多项目需要团队的协力才能完成得更出色。这种制度虽然加强了竞争氛围，但总给员工一种身后有狼在追，不得不全力奔跑的危机感，搞得员工之间都有所忌惮，不得不藏死。比如呢？比如，我身边有的员工最近可能陷入了项目的瓶颈期，而我正好想到了一个好点子，但这项目呢又不是我的项目，那你说我是出手相助还是视而不见啊？反正他完不成任务，正好解除了我被淘汰的危机。那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怎么选？我怎么选不重要，大家怎么选才重要。末位淘汰制虽然筛选留下精英，但是整体的办公效率不一定有所提升。可是这个方案是薛总监提出来的，而且已经实施了1年。不过，你的方案我会考虑的。好，那我先出去了。等一下。不是给你个人的，这是闺蜜星球项目组每个人1张，公司2个月的食堂饭卡。接下来会有很长一段时间要加班，算是公司一点小福利，拿着吧。我和我的小团队会加油的。新军哥，前2天给你们公司发的那份简历，现在还没有人回我呢，你能帮我问一声吗？谢谢。对不起，怎么了，艾米？我之前对你太过分了。有吗？有的，因为我觉得你是比我后来的，却处处表现比我好，我心里压力很大，害怕自己被淘汰掉，所以有的时候就故意不配合你的工作，还疏远你。谁都有压力大的时候，只是发泄的方式不一样。那天我说话不是有意的，我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，不管是袁教授还是达人活动，都是你靠自己一个人的努力来解决的。我那天心里实在是太乱了，所以，哎呀，过后我想想，真的是觉得很抱歉。好啦，我知道了。接下来的日子我们一起努力。都过去了。我那么小心眼儿，你还拉我进你的小组，你这么信任我呀？
你有你自己的长处，你经常能想出一些暖萌暖萌的点子，这对闺蜜星球来说啊必不可少。你总不会亲手毁掉自己的心血吧？不会不会，我不会的。接下来呀，是证明你自己的好机会，别错过了。嗯，那夏言，你原谅我了吗？看你表现吧。为什么有的时候觉得你挺讨厌的，但是一听你说话就情不自禁的被你洗脑了呢？就情不自禁的爱上你了呢？快去工作啊！我再提一杯，来。继续喝，来。徐总，您肯亲自出山，我觉得这个项目错不了，我投了。对了，我听说徐总把这市面上最火的几个健身软件都给吞了，还加上这个什么什么闺蜜，这女性市场的大蛋糕啊，至少被吞下一半。徐总投你，我放心。其实这个项目主要不是我来负责，而是由我们夏小姐负责。但是我非常看好这个 APP 的前景，也会成为未来几年内我们公司的主推项目之一。相信其中的利益不会让各位老总失望的。原来是位大美女啊，怪不得。我们几个跟徐总可是有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，能把徐总请出来站台，不一般。对呀，我听说徐总都立下了军令状。军令状？徐总，您这是为了江山呐，还是美人呐？徐总能带领我们 SG 走到今天，靠的就是能力、魄力，还有识人的眼力。当然了，也离不开各位老板的支持。请各位相信，徐总绝对会以各位还有公司的利益为先，绝对不会徇私。我在这里代表徐总敬大家一杯。徐总，这眼光真好。你这部下不仅长得漂亮，而且聪慧能干。我看这是 SG 的未来之星啊！我也敬各位老总，祝各位老总财源滚滚，生意兴隆，日进斗金。呵，这么传统的祝酒词儿，我可是有些年头没听过了。老话说得好呀，酒是陈的香，词儿是老的好。好，那感情我们喝了这杯酒，就能跟着徐总一起哗啦哗啦数钱了。对呀，大家一起数钱，哗啦哗啦那种。那咱们一起举个杯吧，我敬大家。好。来，徐总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么说的话，你喝一杯可不够，至少啊要喝3杯。那这样好不好？我打个圈，每个人3杯，怎么样？行，咱1杯都不能少。行。那杨总，我先从你开始。好。来，杨总，我给您倒满。好，先忙。你等会儿啊，咱俩一会儿喝，咱俩一会儿单喝，别着急啊。何总，干！我给您满上，满上。好。哎，艾米小姐啊，这我们也不能老让你陪我们喝吧？我们夏小姐是不是也陪我们喝几杯啊？是这样的，夏小姐虽然业务好，但是不胜酒力。这样，我陪您喝。徐总，那这要是您的话，那可就不止3杯了。你说了算。好，来。夏言，徐总就
交给你了，你一定要安安全全的把男神送回家呀。徐总为了闺蜜星球付出了太多了，太累了，喝了太多了。我不多说了。小袁，闺蜜星球的初期开发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，接下来大部分都是测试部门的工作。接下来，闺蜜星球的前期预热和用户引流，你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NK 是现在国内最大的年轻女性生活分享社区，和闺蜜星球的重叠性很大。如果能和他们谈成这个用户引流的话，对闺蜜星球来说是极大的助力。我明白了。他们都喝不多。对，他们都喝不多。他们你最能喝。哎呦我的天！没事，放心吧，这是我家，熟着呢。行，你站好，扶好。我先走了啊。你要干什么？我不许你走，你不能离开 SG。SG 是你最好的平台，你不能为了任何人放弃自己，任何人都不行，知道吗？我不会离开 SG 的。除非你有更好的机会，那时候就算你不走，我也会赶你走。当初就是我鼓励林薇去的美国，虽然后来但是我不后悔，那是他的机会，他应该自己把握住。你鼓励林薇去美国，我鼓励林浩去北京，结果我们都错了。我们只是失败了，但是我们没有错。你许成义也会承认自己有失败的时候。走吧，我带你看个东西。你小心啊！小心，站好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我失败的项目。既然都失败了，你为什么还放在桌子上啊？我就是为了提醒自己，不要忘了每一次失败。这些项目都是你做过的？这个训言是？那个是我11年的时候做的，结果你都知道了。在市面上好像没有见到过呀。同时期类似的软件有很多，尤其是国外，成熟的软件较多。公司认为没有开发的必要。不过说真的，我还挺喜欢这个项目的。我还以为你一直以来都是一帆风顺的呢。
你知道吗？成功比别人多的人，失败也自然比别人多。只有什么都不做的人，才会一帆风顺。哎，这个 side up。不谈与工作无关的事，不得语气调戏、动作暧昧，更不准有肢体接触。你这是约法三章。弄得还挺正式的。这个不是我丢的手链吗？怎么会在他这里啊？我们以前在哪里见过吗？我扶你去沙发上休息吧。喂。没发现，睫毛还挺长。你怎么才回来啊？都几点了？不是让你别等了吗？先去休息吧。你这么晚都没回来，我休息得了吗？我放心吗？我就是去谈合作，能有什么危险的？你看你，都困成小猪了，还硬熬着。你喝酒了？我没喝多少，都是他们喝的。辛苦了。那你快点睡吧啊，我上去了。
我问你个问题，怎么了？你说啊，有个人他捡了别人的东西，没有还回去，就偷偷的放在自己家里，而且一放就是好多年，这人什么心态呀？贵不贵啊？如果贵的话，他肯定是想自藏了。什么东西啊？就是个不值钱的小东西。不值钱？那不值钱，说明这个东西对他有纪念意义。纪念意义？其实一个物品的价值不一定要用金钱来衡量的，一个一文不值的东西，可能对别人来说却是无价之宝。比如沈君儒老先生，他生前就喜欢收藏石头，但是对别人来说，这石头就是石头嘛。在他眼里啊，每一块石头都是特殊的纪念品。哎，你突然问这个干什么呀？什么东西啊？谁捡了什么呀？嗨，没什么，我就随便问问。好了，你赶紧回去睡觉吧。不是，我都聊星星了。这么晚了，你赶紧回去睡吧。啊，睡觉去吧，晚安，拜拜。话总说一半。我睡了啊。你也早点休息啊。晚安。拜拜，晚安。这能有什么纪念意义？这回忆的转列扬起，满车厢的拥有和失去，青春还带着梦的心里，追寻远方的期许。装大一发，那些眼底的理想化，时间在偷偷变成魔法。这个不是我丢的手链吗？怎么会在他这里？贵不贵啊？就是个不值钱的小东西。那说明这个东西对他来说有纪念意义。夏小姐是不是陪我们喝几杯？夏小姐虽然业务好，但是不胜酒力。这样，我陪你喝。我不许你走。昨天你喝了那么多酒，头疼不疼啊？没事了，喝了某人熬的汤，舒服多了。还有一件事情我想问你，在星辰的电梯口遇见之前，我们见过吗？昨天在你家里，我不小心发现了一件我几年前丢掉的东西。我这个人不是很喜欢在办公的地方聊私事，
尤其是这么重要的私事。我们换个地方说吧。3年前在新洲机场，我们确实有过一面之缘，但那个时候你应该没有注意到我。机场？因为那个时候你正在忙着哭。啊？我们抱歉的通知，连轴转了1个多月，好不容易喘了3天年假，都约好跟你去香山看枫叶了，怎么说取消就取消了呀？是不是低血糖了？你等一下。你把这个吃了，应该会好一点。要不这些都给你吧。如果你还觉得不舒服的话，就多吃几个。是你啊，你那天低血糖。因为那个时候正在准备秀我的上线，所以我就加了几天班。其实那个时候我是去机场接人的。你那天真的吓死我了。哎，小谢，你等一下。给你。所以那天在星辰的电梯间，你是认出我了，才一直盯着我的。所以我的手链是3年前在机场掉的。各位旅客请由我能起飞了！现在我先走了，请您抓紧时间上飞机，谢谢。事情就是这样，手链确实是我捡的。原来是这样。NK 那儿你要不然……你不用担心了，我会搞定的。美琪，哎，徐总，您找我？夏言呢？哦，夏言跟艾木出去开会了，这个点应该快回来了。好。这边总算是搞定了啊，现在就剩 NK 这个大麻烦了。哎，那边你还管不管？徐总说了，他来搞定，不用我管。可是这好几天了，怎么也没动静？他心里应该有数吧？徐总有数，薛总可没数。哎，回头薛总要是问起咱们来，咱们可得给他个交代。是啊，我现在有点事，你先上去吧。哦，好。喂，严总。我已经看到他了。夏小姐请。好，谢谢。Hello， 徐总，会开得怎么样？很成功，我马上把会议记录整理出来。哎，怎么就你自己啊？夏言呢？刚才有个男的找他，走了。0号。严总找我过来，应该不只是为了陪你看风景吧？当然不是。签了这份合同，对面的大楼里就将会有你的一席之地。聘书？我们马上要成立一个云端运维事业部，想聘请夏小姐担任我们的总监，主持新部门的建设。据说许成义是把你从星辰挖过来的，那么他就应该会想到，
同样有人会用同样的方法把你挖走，跟他比起来，我更懂得惜才。抱歉，严总，我暂时还没有换工作的打算。不打开看看吗？徐总引导我进入 SG 是知遇之恩，中间几次我都险些要离开，但是每次在紧要关头，我才发现我真的很喜欢这份工作，不仅是因为这个平台，还有这里面的人。或许以后会有更好的机遇，但是只要 SG 留我一天，我都不会主动离开。严总，我先告辞。有点意思。进。徐总，上午的会，刚才那个会议，艾米在5个小时38分钟之前就已经向我汇报完了，所以你用了5个小时38分钟去处理，说清楚了吗？对不起，我刚才办公时间、办公地点，有公事就说，私事我没空提。还有，半天的假期找人事补一下。那马上到下班时间了，我能否请徐总吃个饭呢？这次是因为私事，如果今天不行的话，明天也可以。就今天吧。好，那我去订餐厅，我们下班见。徐总，徐总，菜要凉了。其实我今天去见严长军了。我不是跟你说了这件事情不需要你参与了吗？这 SG 和 NK 能否合作，对于 NK 来讲也不是一件小事。NK 能发展到这个阶段，他必然会投资上市的。他严长军谋划了2年，去年上市失败，投资商的耐心也是有限的。投资商给 NK 的压力，比往年的任何时候都要大。严长军这个人你也有所了解，他如此要强，绝对不会允许自己第2次失败。如果 SG 和 NK 能合作的话，长期发展下去，必然会是双赢。我们要是能合作的好处，我上次就跟他讲过了。可是，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，送上门的互惠互利的关系，他偏不要。他未必是不要，也许是在等一个时机。什么时机啊？总之呢，和 NK 的合作，你就不需要操心了。规避星球前期推广，我心里有数的。其实我今天去见严长军，不只是为了闺蜜星球的事儿。他想让我去他公司，我拒绝了。喂，严总。喂，是我。夏言他有其他的任务，合作的事情，从今天开始不需要他管。有问题你就来找我。还有，
夏言是不会去你公司的。我承认，我是喜欢他。夏言就是夏言，没有任何可比性。我们之间渊源极深，你就不需要猜测什么了。既然工作的事已经了结，我希望我和你的私事不要打扰他。夏言，嗯，这菜都要凉了，吃饭吧。夏言，有个东西，要是我今天送不出去的话，恐怕我晚上会失眠。本来就应该昨天给你的。什么呀？你把它还给我了？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把它放在自己酒柜里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每当我烦闷、想要借酒消愁的时候，只要一打开酒柜，我就会看到它，就会让我想起那天在机场的你。有一种笑容是有感染力的，会让看到的人不自觉嘴角上扬，跟着会心一笑。桑葚这个词用在你身上很精准。不过，我很久没有看到这种笑容了。不过是个旧手链而已，你要是喜欢就留着吧，不用还给我的。我想，你现在比我更需要它。我记得有人问过我，对过去的感情是不是已经释然了？这就是答案。它曾经是我的药，既然我的病好了，也就不再需要它了。更何况，只要我想，我每天都可以看到本分，何必舍本逐末？你今天生了2次气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突然就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学着像你一样任性了一把，结果效果并不好。一个有点小气的 boss， 还挺特别的。是特别好，还是特别不好？特别吧。我承认，我是喜欢他。夏言就是夏言，没有任何可比性。我们之间渊源极深，你就不需要猜测什么了。我记得有人问过我，对过去的感情是不是已经释然了？这就是答案。它曾经是我的药，既然我的病好了，也就不再需要它了。更何况，只要我想，我每天都可以看到本分。哎，夏言，你来定一个吧。什么呀？ KTV 啊，今天下班之后咱唱歌去。
啊，今晚不行，我晚上有事儿。那怎么能行呢？闺蜜星球的事儿好不容易忙得差不多了，咱们得好好放松一下。对呀，你就和我们一起去吧。我真去不了，今天晚上我要去参加理工大学的颁奖礼。不过就是一个学生的编程比赛，你为什么一定要去啊？严长君是颁奖嘉宾。夏言，你也太辛苦了。没事儿。哎，你们知道吗？我听说徐总和那个严总虽然是大学校友，但自从他们毕业后，从来没有在同一个公开场合出现过。这简直就是世纪大会面呀！严长君邀请你去颁奖礼，对，你打算去？当然。可我听说他邀请了很多媒体参加，一个校比赛的颁奖礼，他邀请那么多媒体，我担心他另有所图。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他能干什么呀？严长君这个人你最清楚了，他记仇又固执，还不按常理出牌。今天晚上还是不去比较妥当。但是我们毕竟还是要和 NK 合作的，这点面子不能不给吧？就算是合作，也不能让人牵着鼻子走啊！你别忘了，这次不仅是严长君的邀请，也是我母校的邀请。过去我就很少会去参加活动，因为他严长君说过，只要我出现，他就会离开。这次他破天荒的主动邀请，如果我不出现的话，别人还以为我在怕他。而且你也说了，他请了这么多媒体，如果我不去，那不是给了他抹黑我的机会？也对。那我陪你去吧。不用了，你这么忙，这些小事就不麻烦你了。闺蜜星球商家入驻谈妥了吗？大部分都谈妥了，还有10家知名品牌商正在接洽。你清楚上线的时间，加油吧。你真打算一个人去？有夏言陪我。夏言和严长君打过交道，对他很了解，没问题的。那我先出去了。下班以后都别走，全员加班。总监，你除外。徐总，学长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我就知道你肯定会过来。师兄盛情相约，怎能不来的？不要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徐总，当年您二位曾参加过同一场编程大赛，今天作为嘉宾出席，请问各自有什么想法，跟大家说一下吗？想法肯定是有的。那么多年过去，互联网有很大的改变。编程的语言变了，客户追求的体验变了，连公司运转的规则都变了。不过值得庆幸的是，有一点始终没有变。是什么没变呢？无论何时何地见到的我的这位学弟，身边总有一位风华正茂的美女。这位是我们 SG 运营部的夏言，工作能力十分出色。SG 接下来主推的项目闺蜜星球就要上线了，主要都是由她负责，相信大家会经常看到她。徐总，那您这次和严总共同参加这次活动，是为了即将上线的项目预热吗？是否预示着 NK 和 SG 将要进行更深一步的合作呢？我们师兄弟多年来首次聚会，如果仅仅是为了商业合作，徐总，你会不会觉得有点无聊呢？但真实目的是什么呢？我觉得今晚的焦点应该是那些年轻的学子们，请大家把关注留给他们，谢谢。徐总，能不能说的再具体一点？大家也不用着急，在一会儿的颁奖典礼上面，你们会得到想要的答案。走吧，徐总。大家这边起，大家这边起，来，这边。
那我们随时联系。资料准备怎么样了？比赛资料已经发送了，历届参赛者的现况已发送，密切关注班加里动向。薛总监，网易云 Lock 已经开始直播这场典礼。他们直播了？对。那还在等什么？现在我宣布，新州理工大学 ODC 国际程序设计大赛颁奖典礼现在开始。下面让我们有请著名的程序高手、业界知名的互联网创业者严长军先生上台致辞。非常抱歉，各位啊，又见面了。1个月以前已经来做过演讲了。本来今天呢，什么话都不想说，因为上一次演讲呢，我把我对这个行业的所有感悟掏心掏肺的给大家说了。但是昨天呢，你们的院长再三的叮嘱我说，我务必多说几句，为的是给各位同学开阔眼界，多长一点知识。所以昨天晚上呢，我怎么样也没有睡着，翻来覆去啊，也没有想到几句金玉良言。因为毕竟啊，个人能力有限。但是呢，今天到了现场之后，我突然有一个想法，因为今天现场来了一位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，他就是我的师弟 SG 的 CEO 许成义许总。大家知道吗？许总可是首届 ODC 大赛的金奖获得者，所以我觉得今天与其我们在这里废话连篇，不如我们比试一下，就当是给各位同学一个现场的教材，大家觉得如何呀？许总，请吧。原来是这种伎俩。既然是为了同学们，美其拥有。我想拒绝的。你们2个一人写一份，徐总失败以后用的通稿，不许交流，按自己想法写。写好以后第一时间交给我，我来提供修改方向。我们都写输了的吗？那赢了怎么办？如果赢了，通稿写成什么样的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输了以后怎么办。是。片尾资料已经整理好发过去了，关注网上的讨论，一切有代表性的回复全部摘抄出来。好，是。哦，对了，在这里呢，我忘了公布一件大事啊，也就是我和 SG 马上就将推出一款新的应用，名字叫做“闺蜜星球”。具体的内容我不多说啊，因为我怕他们会告我泄露商业机密啊。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可以在这里宣布，那就是从今往后，我们 NK 和 SG 就这个项目上面将会达成非常非常深度的合作。说得好。从这个方面讲呢，我们 SG 和 NK 的合作就特别有意义。这既能打破我们各自孤军奋战的僵局，形成更好、更健全的生态，提高我们共同的竞争力。说的没错，这也是我们2家公司一直达成的一个共识。非常可惜啊，这么多年来，我们2家公司在这个合作的具体方针上面，总有那么一些小小的出入。徐总，我看不如就今天这个场合，我们现场展示一下怎么样？来展现一下你首届冠军的实力，给学弟学妹做个表率。怎么能在？你放心，大家也放心，我不会让你们的徐总为难的。你赢了，就按照你制定的合作方案，从今往后，我们 NK 向流浪星球，哦不，说错了，开个玩笑哈，向闺蜜星球引流，大家说好不好？那如果你赢了呢？我们按照你们的方案来运营，但是我有一个额外的要求。什么条件？刚才徐总已经跟各位媒体已经介绍过了啊。前台这位夏小姐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运营人才，也是闺蜜星球的项目负责人。那么非常的凑巧，我们 NK 也缺少一位运营界的优秀人才。大家都知道，过去啊抢地盘，20世纪抢能源，21世纪抢什么？抢人才。希望夏小姐能够来我们 NK 就职。我反对。
夏小姐多虑了啊！你过来也是负责闺蜜星球这个项目，你对这个项目和对 SG 那么熟悉，你过来肯定是促进合作、促进双赢嘛，对不对？怎么了，夏小姐？难道你对你们徐总那么没有信心？啊？很抱歉，我不能跟你比，因为我们 SG 同样求贤若渴，我不想因此失去一个优秀的人才。它在这回忆的转捩扬起，慢车厢的拥有和失去，青春还在这梦的心里。怎么了？追寻你这一路上都没怎么说话。刚刚那样，真的可以吗？你是说拒绝比赛的事儿？有什么不可以的？你当时不是也反对吗？我反对只是一时冲动，而且你说过，对于闺蜜星球来说 ，NK 是最适合合作引流的公司。闺蜜星球还有1周就要上线了，如果现在再去谈其他公司的话，时间恐怕……其实从公司的利益出发，我们已经获利了。在闺蜜星球上线之前，有这么一次精彩的预热。老严他居功甚伟，现在无论是商界还是娱乐圈，只要是话题，都可以拿来消费一下。怪不得，现在网络上都是你跟严总的段子，闺蜜星球的搜索量已经达到了1000万级，还有百度指数也翻了近100倍，所以现在能不能合作已经不重要了。当然不是。你还记得他今天说的话吗？无论结果如何，他都会和 SG 合作。现在市场的发展，让他必须得跟我们合作，区别只在于不同的方案而已。而现在我拒绝了比试，他必须得主动来找我们谈合作，合作的条件也只会对我们更有利。不知道严长君他现在作何感想？今天的结果，他应该也很满意。因为你终于肯对他低头了，算是吧。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 NK 要上市的事情？嗯，你说过 ，NK 去年上市失败了。严长君现在正在谈融资 ，NK 准备再度冲击上市，所以今天这波造势，他也赚了不少。我怎么感觉是你们2个合起来把所有人都玩了一通啊？不过这严长君，他就这么确定你不跟他比啊？万一有变故呢？那对 NK 来说，不是毁灭性的打击吗？他想要的，只不过是我的一个态度罢了。因为他知道，你会为当年的那件事情对他退让。因为我刚才说的那些话，都是真的。大家之后好好休息。明天我要去美国出差，大概1个星期就回来。这件事情造成的后续影响会继续发酵，不过你放心，有我在，我不会让你独自面对的。好。假装不在乎，却败给孤独。我们还要再走多少的弯路？说好的以后，怎么能走掉？像寂寞星球。
因为我刚才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。这件事情造成的后续影响会继续发酵，不过你放心，有我在，我不会让你独自面对的。解约？凭什么？自从我跟 SG 签约以来，你们哪次活动我不是尽心尽力去完成的？你要想解约，总要给我个理由吧。在我们签约的这么多达人当中，你的各项数据是排在第一档的。要跟你解约，我也觉得很可惜。只是有人举报你，没有经过平台的申报和批准，就私自接了小厂商的广告，在秀我上发布虚假宣传。你也知道秀我是个什么样的平台，在当初跟你们签约的时候呢，就一再强调过，要爱惜自己的羽毛。是，广告是我接的 ，vlog 也是我传的。薛总监，钱呢，我可以退回去 ，vlog 我也可以删除，公关我自己找人去做，实在不行的话，我还可以发一个道歉声明。但是解约就算了吧。要真是这样啊，那还有的救。只是你还被举报虚报消费金额。什么？你看看，这是你提供的发票和消费记录，与申报的金额不符。这是我的发票？你问谁呢？我怎么可能记得这些事情啊？再说了，就这点小钱，我随便一个广告就回来了，我何必呢？你有证据吗？我发票不是都交上去了吗？哪来的什么证据啊？没有证据就没有办法，你只能认。是我做的，我认；不是我做的，我打死也不会吃这个哑巴亏的。我大部分的消费都是夏言帮我刷的卡，他会帮我证明。他帮你证明。那你知道你违规接私活的事情是被谁捅出来的吗？你是说夏言？Hello， 夏言，早上好。哎，这人好像比照片好看一点啊。原来徐总喜欢这种类型的，他那眼妆多自然呢。衣服好像也不错。艾米，大家今天怎么都来这么早啊？还不都是因为你啊？我？昨天晚上徐总说什么了？薛老大脸都绿了，所以大家都提前半个小时来上班，生怕一不小心迟到撞他枪口上。夏言，真是没想到啊！从实招来吧。和徐总什么时候开始的呀？你们别瞎说，我们俩不是你们想的那种关系。哎呀，你别怕，我们呀绝对是拥护你的。真不是。今天都来得很早吗？开会。内生面试的结果出来了，夏言的成绩是排在第1位的。我？恭喜你啊！你应该很快就能升任主管了。谢谢总监。跟其他人相比，夏言进入公司的时间是最短的，但是他的工作效果却是最突出的。你们所有人都应该向他学习，机会只会留给有准备的人。好了，继续工作吧。夏言，太赞了！
就没事儿了，我还以为会有一场暴风骤雨呢。徐总监虽然严厉，但也不是不讲理的人，只要做出成绩，他也是会认可的。对对对，你面试成绩这么好，也是给咱们运营部争光呢，是不是？夏言，你可真是太厉害了。美琪，你别不高兴，我们之间只差1分。差了就是差了，1分和10分又有什么区别呢？哎呀，你们两个都已经很不错了，好吗？我连面试资格都没有呢。还是夏言命好啊。夏言，你这可是爱情事业双丰收，连薛老大都恭喜你呢。以后啊，可以在 SG 大展宏图啦。哎，那过几天我们再见到你，是不是应该改口叫夏之怪了？哎呦，你可别捧杀我啦！你们好，哪位是夏言？我是。你好，我是内部调查科李静。你好。有几个财务方面的问题，想找你了解一下情况。没问题。这个叫蔡鑫的时尚达人，是你牵进公司的？是，他是网络红人，我亲自去谈的。他这方面所产生的账目，也都是你经手的？是，达人秀方面的一切问题都由我经手。蔡鑫的账目有问题，他向公司举报是你让他报假账，收入均分。他有证据吗？我不接受无中生有的污蔑。这是他上个月给你的转账记录，一共转过4次账，一共4万多。这是去买东西，我替他刷卡，他还给我的钱。可是他并没有真的买下过那些东西吧？这不可能。听说前段时间你父亲手术，你手头很缺钱。我父亲前段时间确实做了个小手术，但是我的存款足够付医疗费，而且就算我的钱不够，我也不会想办法用这种方式筹钱。那蔡鑫为什么举报你？你们之间有过什么矛盾？并没有。那就真不可思议了。他不但在内部举报你，还把事情捅到网上。如果你没有真的做过这种事情，他何必如此损人不利己，既败坏你的名声，也败坏他自己的名声？这件事情你们去问他就清楚了。你否认他的指控？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不会承认的。这个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么样？我相信你们调查结束之后，自然就知道了。你放心，我们正在全力调查。不过你要明白 ，SG 是上市公司，任何舆论对我们来说都非常重要。报假账的事儿绝对与我无关。如果你坚持这种说法，我坚持。那我们就只能做彻底调查。你进公司以来进行的每一项操作，哪怕很小的一个瑕疵，都有可能会被放大。你愿意这样吗？我愿意。我相信你们调查清楚之后会还我清白。好吧，根据公司的规定，72小时内我们一定会给出调查结果。如果找不到证据推翻蔡鑫的说法，那就只能走法律程序了。72小时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is not. 夏言，调查科的人为什么找你啊？蔡鑫的电话我打不通了，你还知道他其他的联系方式吗？蔡鑫没有吧？我找找。那你务必帮我联系到他，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。好，好，好，我马上啊。年轻人还是不要盲目自信的好。但现在既然转正了，就
就要随时被评估，面临被淘汰的危险。既然离职手续办完了，可以收拾东西走了。你好，我之前在这家店买过衣服，但是发票找不到了，您能帮我查一下吗？好的，您稍等。谢谢。夏言，夏言，求你了！徐老大虽然本来脾气就不太好，但是最近格外的差。总监，你找我？把门打开。蔡鑫举报的事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调查科的人不让声张。你把我当什么了？我说过多少次，任何事和运营部有关的任何事，你都要向我汇报。就算是总裁让你替他保密，你也应该第一时间告诉我。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影响？会给徐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？马上辞职，把钱退出来，我替你压下去。不是我做的。你说一句我没有做过就完事儿了。你说你是被人诬陷的，你得拿得出你被诬陷的证据来。如果你拿不出来，那我们整个运营部，甚至 SG 都会因为你而蒙羞。调查科要是再调查下去，到时候就不是离职那么简单了。如果案子再上报到公安局的刑侦大队，你知道后果会是什么吗？薛总监，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后果是什么吧？你不怕吗？你什么意思？那些票据不只经过我的手，还有你。夏言，你疯了吧？你这是想把脏水往我身上泼？为了把我赶出 SG， 连自己的职业声誉都不要了。我想这个人才是疯了。究竟谁才是疯的那个人？我们很快就会看见结果。出去。
和蔡欣怎么都联系不上，他连家都搬了。不过我听说他准备跟 NK 签约。NK， 谢谢你，请继续帮我查，我出去一趟。薛老大太吓人了，夏言这次麻烦大了。要是徐总在就好了。徐总，夏言有麻烦了。怎么回事？夏言为什么会被查？达人秀的一个网红报了假账，经了夏言的手。网红报假账不是一次两次了，直接打回去就行了。为什么要查自己人呢？因为这个网红举报了夏言，他说是夏言指使他报的假账。不可能，夏言不会做这种事情。这我不能确定，他做没做过要等调查科出结果。夏言是运营部的人，你难道就不想替他证明清白吗？就是因为我是他的直属上司，所以整个调查过程我必须要回避。不过，我相信调查科一定会查出真相的。你这么做就不担心运营部名誉受损？夏言是新进公司的人，如果真的有问题，能及时查出来，对我们运营部对公司都是有好处的。陈毅，当下之急是你参加的论坛，它关乎到我们公司未来几年的发展方向。像我们运营部的职工徇私舞弊这样的小事，你就不要操心了。是不是舞弊，要有了结果才知道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安心的等结果，应该不用太久。72小时之内可以解决吗？这就要看调查科了。我知道了。徐总，这是明天的会议。帮我订明天一早回去的机票。为什么？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。是很重要的事情吗？明天你有赛特夫上法的演讲，早就订好了。那你就帮我订演讲完之后最早回去的机票。可是演讲结束后，您还约了人。取消。董事长说，我们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和那些对算法感兴趣的人进行洽谈。那你就帮我约到今天晚上吧。好，我去安排。喂，事情我都知道了。你现在怎么样？还好吗？你相信我？你一定要坚持住，我很快就回来。放心吧，清者自清。更何况，我不会这么坐以待毙的。保重。喂，夏言的事你都知道了吧？是不是有个叫蔡欣的网红要签你们公司？没错，他是在跟我们公司接洽，想签约 NK， 他也说出了事情的真相。我想请你帮个忙。什么？你许成义在求我帮忙？我没有听错吧？啊？6年前你赢了我一回，6年之后我想赢你一回，你不干，
现在打电话让我来帮你，你觉得有这个可能吗？你开个条件吧。好啊，我的条件很简单，你发个声明，就说当初背信弃义，私底下卖了我们共同开发的软件，向我道歉就行了。不可能，那就是谈不拢喽。那好吧，就不耽误你宝贵的时光了，再见。严总，哎，你来的正好，正好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，NK 很快就可以和你们签约，以后的合作全部交给你来接洽。谢谢严总的赏识，但是我这边目前出了点状况。因为蔡兴吧？对，我到处都找不到他，听说他在跟 NK 谈合作。没错，他想来我们公司上班，他现在急于找下家，很听话。如果你有需要，我可以找人和他谈的。我不需要，我需要亲自跟他谈的。既然他要陷害你，是不会轻易收手的。我明白，但我还是想试试。你就那么自信，相信自己的能力，不寻求别人的帮助吗？您的帮助一定是有条件的，不是吗？真聪明。我的条件也很简单呢。SD 和 NK 合作完第1季之后，你来 NK 上班了。这个我不能答应。你也是很清楚的，这件事情如果处理不好，对你的影响将会非常大。如果你还想在这个行业里做下去，这个污点可能会伴随你一辈子。只要我努力了，就算结果仍不如意，但我问心无愧。好极了，我现在真的是越来越有兴趣，想看你怎么解决这件事情。这个是蔡兴新的地址，别让我失望。然后我下午会晚一点过去，你们抓紧时间啊。行行，我知道了，干嘛？车钥匙我拿了。你怎么一天到晚丢三落四的呀？你怎么把自己丢了呢？行了行了，你都啰嗦一天了啊，在这儿等我，我上去了。哎，行，那行，我知道了啊，我下午大概5点过去。去。啊？怎么又贴上罚单了？我跟你说，让你别停这儿，你还停这儿，气死我了！蔡琴，我跟你谈谈。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你别管我是怎么来的。你别靠近我啊！你再靠近我就报警了。你等一下，我给你看样东西。我不看。你看一眼。你放开。这些单据是我找之前开发票的商家一家一家要过来的，这些都可以证明你确确实实买过这些东西。所以呢？所以可以证明我帮你刷卡的那部分金额和发票是没有问题的。你和我一起去公司把事情说清楚就行。你知道吗？这件事情如果立案了，你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什么法律责任啊？这2天被你们这些破事闹得鸡犬不宁的，你还来这干嘛？臭婊子！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就这么说，你怎么着？说什么呢？你一男的怎么跟女生说话呢？哎呦我去，你谁呀？你就拉我啊？道歉！你有病是吧？我让你跟他道歉。啊！你拉我，你让我道歉，我看先揍是吧？哎，你好，别打！手！别打！别打！别打！住手！哎呀，别打了！手机，你是救我！就欠揍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别走了！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！别打！怎么？别走了，走了！走了！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失望？你怎么能动手打人呢？我打架还不是为了你？为了我？你什么都是为了我，就连你跟浩杰在一起也是为了我。林浩，你别再自我感动了，行吗？你这不是为了我，你这是为了你自己，为了表现给我看。你这样做只会让我觉得我当初看错你了。
对，不是为了我自己，因为我不能没有你。夏言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求求你了。我们已经不可能了，别说了，你不要再来找我了，也不要去找小磊，不要把你在我心里仅存的一点美好也摧毁了，行吗？夏言，你是不是一直都瞧不起我？我家里穷，你是不是一直都觉得找了我是屈尊降贵？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。怎么会没这么想？你是城市里的大小姐，而我就是从乡下来的土包子。我也是从小城市来的。小城市？你以为你这么说是自谦吗？不是的，你这是骄傲。你的家乡比我的好10000倍，你知道你让我有多羡慕吗？可你却根本瞧不上，说那是小地方。是啊，在你们眼里，一切都分3、6、9等，除了北上广深，其他地方都是小地方。你是从小地方来的，那我简直就是从泥坑里来的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考研，要去北京吗？因为我必须强过你，我才能找到那么一点点的自信。我在北京，好不容易才站稳脚，你却让我放弃一切回到新州，好像我在北京的努力都是没有价值、没有意义的。你说要给我买车，好像是什么恩惠，其实你心里想的，就是让我当免费的司机。夏言，我就这么贱吗？李浩，我们在一起7年，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？我为什么不能这么想？我为你放弃了一切，付出了一切。你认识了个许成义，就把我像破杯一样的扔掉。你甚至都不允许我靠近你的朋友，我连跟公主的仆人讲话我都不配吗？不可理喻。夏言，你别走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，求你了。已经没有我们。夏言，把你电脑里的资料整理出来归档，连同手里的文件一起交给美琪。我还是 SG 的员工呢。是，你还是，现在还是。夏言，请跟我走一趟。你们调查的结果怎么样了？现在的情况对你十分不利。那些账目是不完全的，其他的材料我已经发到你们邮箱了，你们没收到吗？我收到了，不过那些照片也许是你怕事情败露提前准备的，根本无法证明你没有做假账。我还要怎么证明？这种问题，没有真实的物证，要证明起来太难了，永远是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可是公司有公司的规定，一定要在72小时内解决此事，不能再这样一直扯皮下去了。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，你还在纠结这些细节，没有意义。对你来说，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以你个人的原因提出辞职。只要你离开 SG， 蔡鑫那边我们会想办法去安抚。我辞职，那就等于承认了他的指控。现在把事情平息下去，影响并不大。你就算是默认了，也不过就是虚假报销的事情，很快就没人记得了。
可如果你一意孤行，让事情持续发酵下去，闹得人尽皆知，那才有可能会真正的身败名裂。是不是人尽皆知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做事从来都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。你太幼稚了，以为不辞职就没事吗？你不辞职，公司就只能辞退你，然后发布公告说明辞退的理由，结局是一样的。到时候，你的脸上只会更难看。如果公司辞退我，我可以申诉。你当然可以申诉，但公司同样可以控告你。江律师，夏小姐，这是你入职时签的合同，上面有一条连接条款，如果因为经济原因被公司辞退，公司保留起诉的权利，可以要求你赔偿公司的经济及名誉损失。照目前的情形看，蔡鑫如果穷追猛打，造成的损失可能上千万。如果公司起诉你，那么未来的30年，你都要因为赔款而打工。不光是你，你的家人也会被你拖累。你要想清楚。刚刚律师所说的那些，只要你签了你面前这份离职申请，就都不会发生。我不能签。你再好好想想，到下午5点之前，你都有机会改变你自己和你家人的命运。如果到了5点，你还是不愿意辞职，公司将会发布辞退你的公告，到时候就没有回头路了。现在是上班时间，请你留在这里。当然，如果你递交了离职申请，随时都可以离开。如果公司起诉你，那么未来的30年，你都要因为赔款而打工。爸妈不希望你赚多少钱，爸妈只希望你这一辈子都平平安安的就好。不光是你，你的家人也会被你拖累。妈，怎么了？哎，没事儿，我打错电话了。哦，哎，闺女，我正要跟你说件事儿呢。妈，我这边还有工作，我先不跟你说了啊。还有5分钟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受影响的不光是你，还有运营部，还有徐总。是徐总把你招进公司的，对吗？好几个项目也都是他指明让你负责的，对吗？如果调查扩大下去，他也会在调查范围之内。
他跟你不一样，他在 SG 任职这么多年，难保没有任何疏漏的地方。如果因为你，他多年前很小的一个疏忽被人抓住不放，前途尽毁，这是你愿意看到的吗？夏言，夏言，我不会辞职的，我没有做过的事情，我不会承认。你真的考虑清楚了？我考虑清楚了。好，那我现在通知你，鉴于你在公司的表现，公司决定正式辞退你，明早到人事部办理手续。公告可以发了。什么？他这时候来干什么？你等下，我马上过来。怎么样？事情结束了吗？什么？让开！夏言，你真的要走吗？事情怎么就会变成这样啊？夏言，再见。夏言，事情结束了。不会就这么结束的。虽然你们已经发布了公告，但这并不代表事情就已经尘埃落定了。我一定会。蔡鑫出面作证，说一切事情与你无关。你是说，我们没有发布公告，你也没有被辞退。蔡鑫说，他之所以举报你，是出于对你处理达人事务的不满。上次你找完他以后，他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，主动承认了错误。当然，责任也要有人承担。薛总监从头到尾都知道真相，却没有阻止蔡鑫，属于失职。你们准备怎么做？我们什么也不需要做。薛总监很通情达理，自己主动递交了辞呈，事情在72小时内得到了圆满的解决，
一切结束了。薛宁辞职了，你没事了，今天好好休息，明天正常上班。喂，我回来了，现在在机场。我，你别急，我们见面再说。在国王餐厅等我，我这就赶过去。我是林薇。我回国了，我们很快就会见面了。许长义，张长义，许长义，许长义，许长义。
你流血了，我们去医院吧。我没事，我这不好好的站在你面前吗？你干嘛那么傻？撞了车还要跑过来？我想早一点到你身边。那你也不用。对不起。你都伤成这样了，还要跟我说对不起？因为我说过，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让你独自面对。可是出了蔡兴这样的事情，我却不在你身边。对不起。但是你放心，不管怎么样，就算我辞职了，我也会帮你把事情解决清楚，还你清白。事情已经解决了。解决了？你是因为担心我，所以下了飞机就赶过来，才撞车的吗？不是，这跟你没有关系。再说，谁在感情的半途就停下了脚步，转身的仓促，争执后的无辜。夏言，我喜欢你。从我们在机场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喜欢上你了。虽然一开始我都是在骗自己，是我只是想帮你摆脱那个渣男。可是你们分手之后，我的任务也算完成了。可是我实在没有办法把你当成一个单纯的同事来看。你知道我在美国的时候听说你出事了，我当时特别后悔。如果我能早一点告诉你我的心意，如果你愿意和我在一起，在你遇到麻烦的时候，你就会主动的向我倾诉了。夏言，以后无论是你想笑还是想哭的时候，都一直让我陪着你，好吗？有期盼邂逅，离别不过是偶尔的伤口，真爱总会翻越往事的沙丘。说好的以后，却不能放手，在遥远的尽头，有你才算永久。离别不过是偶尔的伤口，真爱总会翻越往事的沙丘，重回到怀抱感受。你的头还疼吗？不疼了。说吧，你有这种歪念头多久了？讨厌！你别闹了。我这么问你，你喜欢我多久了？我也不知道。嗯？不知道。其实，在很早之前，我就会想起你了。但那时候我觉得，我是因为讨厌你。讨厌我？因为你总说一些让人很讨厌的话。直到什么时候开始不讨厌我了？直到那一次，你送我爸去医院，之后还一直鼓励我、安慰我。那时候我才发现，你好像也没有那么让人讨厌，反而会让我觉得很安心。从那之后开始，我就喜欢你陪在我身边的感觉。再后来，后来怎么样？
再后来，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你输不起，照理说，我应该觉得很愧疚，给你惹了那么大一个麻烦。但我当时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开心，而且当时我就确定，我是真的喜欢你。有多喜欢？你别问了。行，不问。那我问你，你有多喜欢我？我有这么多喜欢你。可是我没有这么喜欢你。我只有这么喜欢你。这是我心脏的大小，我的心里面全部都是你。把眼泪悄悄移到沙漠，请阳光温润花朵，给彼此来上一杯饮入，然后放空，守在你爱哭的角落，赶走忧伤的触摸，再用无话不说去长谈下个梦有多辽阔。我们就像四叶草的欢笑不停歇，眺望四方星却紧紧的相连，痛彻不来的长街，是你让我躲进被拥抱的屋檐，似水流年，暖暖时光更留恋，值得去收藏青春的每个瞬间。有情现在掌纹蔓延，成长中成就灿烂季节。对伤疤有恃无恐，我为你点播一首温柔，倾听心窝。这城市的天还没醒呢。多少倔强在奔涌，就算面之后回到装了，我刚都看到你睁开眼睛了。我们就像四叶草的欢笑不停歇，眺望四方星却紧紧。我还没洗漱呢。我不嫌弃。那不行。好吧，我已经做好早饭了，你洗漱一下，我等你。你出去等我。我就在这儿等你。你出去等我，出去。现在可以接了吗？真香。哎，快吃饭吧，吃饭。多吃点，
今天可是有场硬仗。嗯。这些天在忙蔡兴的事儿，闺蜜星球没受影响吧？当然没有了，文案已经准备好了，媒体那边也都打点好了，就等今天晚上闺蜜星球上线，所有的公关稿都可以同时发布。薛宁才刚离职，应该没有时间做交接的事情。不过幸好，你对闺蜜星球很熟悉。最后关头了，千万不能马虎出错。明白。重要的部分你来接手，把其他的部分你可以交给信得过的人去做。别把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揽，要学会统筹。知道啦，徐总。还叫徐总？在公司，你永远是徐总。那在家呢？你看着我干嘛？你赶紧吃啊！在公司就不能这么看着你。我想多看一会儿。把东西先送下去。是。你先去忙吧。我们换个地方谈谈。是啊，多亏那个蔡兴良心发现。什么良心发现啊？要我说，这就是善恶到头终有报。某人那么恶毒，盼着夏言出事儿，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这事就别再提了。你怕什么呀？薛宁的离职公告都已经贴出来了，以后大家再也不用看他的脸色。你说话小心一点。薛宁真就这么走了？按理说是不至于，不过我听美琪说，薛老大不想看见你和徐总，不过就算没有这事儿，他也想走了。反正秀我已经做到业内第一了，以他的业绩，哪个公司不抢着要他？对嘛，这就叫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。离开 S7，他有更好的前途，而我们运营部没了他，再也不用惴惴不安了。什么破烂末位淘汰，每个月一到月底，我就天天睡不好觉。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了，新总监还不知道是谁呢，说不定会沿用末位淘汰制呢。不是吧？夏言，你不是内生面试第一吗？说不定这个职位就是你的啦。怎么可能？我资历太浅了。哎，你别说，这个职位真有可能是你的。薛总监就是徐总一手提拔起来的，现在整个运营部徐总最看好的就是你啊，所以到时候你可一定要罩着我呀。别白日做梦了你。以前薛老大总说，互联网是新兴行业，绝不论资排辈，能力最重要。哎呀，别聊了，别聊了，回去工作了，工作。你辞职了？你何必明知故问呢？事情还没到那个地步，其实你没必要。是我自己不想留在 SG 了，没意思。也是，我也觉得你不应该留在这儿。
你连一句假装的挽留都不肯讲吗？因为你做的太过分了。就因为我碰了你心目中的珍宝。你真的觉得你这种办法有用吗？有没有用，也只有试过才知道。太蠢了。是有点蠢，但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吗？无论是为什么，都不能被原谅。在别人眼里，你帅气又多金，你是大家眼中的高富帅，但这些对我来说根本就不重要。我敬仰的是你的能力和为人。自从那个夏言来了以后，你就变得言语轻浮，公私不分，没有底线。所以你就想赶他走？对，你在乎他，已经到了失去理智的地步。可是他在乎你吗？我昨天让李晶告诉他，如果他不辞职，你就会跟着他一起倒霉。可是你看看，他无动于衷。他跟林薇根本就是一样的人。因为你不了解夏言，他不是一个为了达到自己目的而去伤害别人的人。这次他之所以不辞职，不是因为工作比我重要，而是因为在身处险境的时候，不能轻易向别有用心的人妥协。如果他辞职了，就证明我们心虚。我们？你们已经在一起了吗？是，我们已经在一起了。你是很优秀，但是你最大的缺点就是你不相信感情。你认为最好的管理工具是威慑，你认为员工的动力只来源于规训和惩罚，所以你推崇末位淘汰制，所以你不苟言笑，所以你没有自己的生活，你把工作当作自己唯一的中心。但是我想告诉你，能让人发挥真正潜能的不是恐惧，而是热爱。是那种发自内心的热爱。我跟你说的这些，好了，你不要再说了。你现在就是一个被恋爱冲昏头脑的傻瓜。我怎么会心甘情愿地跟了你这么多年呢？我真是看错你了，许成义。大家把手头的工作先放一放，听我说两句。薛总监离职的事，想必大家已经很清楚了。那么从今天开始，运营部暂时由我接管。明天凌晨，也就是今天晚上，闺蜜星球正式上线。在这种紧要关头，大家不要为了无意义的人事变动而分心。还有，与闺蜜星球相关的所有事宜，现在全权交给夏言负责。大家辛苦准备了这么久的大餐，马上就要呈现在客户面前接受检验了，请大家全力以赴。是。